最近除了福建舰有新动向外，其标配的舰载机歼35也有了新的消息。根据卫星拍摄照片显示，在我国某训练基地出现了多架歼35战机，其中多架歼35战机折叠机已同框亮相。可以说，目前的歼35舰载战斗机经过了多年的测试发展，已经趋于完善，明年将会和福建号一起入役海军。2024年服役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歼35肯定是同步和福建舰一起服役的，毕竟在我军的规划中，不可能出现航母等舰载机的情况。关注我们，支持大外宣，祖国万岁！可以说歼35是沈飞最重要的项目了。此前就有消息称，歼35除了作为海军的中型隐形舰载机，空军也选择了歼35作为下一代的中型战机。随着歼10C 的停产，未来歼35将成为空军唯一量产的中型机。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得恭喜沈飞。从 FC-31隐形战机首飞现在已经10多年了，这些年来沈飞一直在针对 FC-31隐形战机进行全面的升级和改装，先后发展了多个改进型号，最后获得了我海空军的青睐。而且从技术上来说， FC-31基础上改进升级的歼35战机已经在关键指标上超越了美军的 F-35。从外销的角度而言，FC-31战机也有不少潜在的客户。随着沈飞加强对外推销，预计 FC-31在近几年也能够出口100架以上，并且在国际市场和美国海军相竞争，基本上能做到国内国外两开花。话说回来，海军舰载航空兵列装歼35主要是出于确保海军未来航母航空兵力量能够追赶甚至是超过美国海军航空兵。随着美军的 F-35C 隐形舰载机上舰，可以说航母舰载机的发展走进了新时代。不过目前有能力发展隐形舰载机的只有中美两国。歼35上舰实际上也宣告打破了美军对于隐形舰载机的技术垄断。现在中美的舰载战斗机发展实际上已经处于同一起跑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福建舰肯定会搭载歼35，总数在48到50架左右。而未来解放军的大型航母甚至是新型弹射两弓舰都将会搭载歼35。理论上，甚至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也能够搭载歼35。结合2030年解放军航母总数5到6艘，新型弹射两栖攻击舰1到2艘的预测，所需要的配套歼35战机差不多就要保底200架出头的装备规模。除了海军，空军肯定也是歼35战机的采购大户。从去年空军的歼35原型机卫星照片曝光后，基本上就能确定空军选中了歼35作为其新主力机。空军的歼35和海军版的歼35略有不同，如机翼无法折叠，没有尾钩等。在作战性能上，海军版和空军实际上是一样的。目前解放军空军列装的中型机数量超过500架，大部分都是歼10系战机和少量歼 8I 战斗机。歼 8I 战斗机早就停产了，除了少量的侦察型，基本上退出了现役的战斗机部队。而歼10系列总产量500到600架，其中歼10已于2014年停产，后面成飞就开始少量生产改型歼10 B， 生产了50多架，又在歼10 B 的基础上升级了更先进的歼10 C， 爆兵了200多架。这是歼10最后一个主要的型号。从去年开始，更是有了不少我军将停止新接装歼10的消息传出。可以说，自从成飞开始将生产线转交给贵飞后，实际上歼10 C 就主打外贸市场了。现在生产的新机都是交付巴基斯坦的歼10 C 战机。海空军对于歼35的需求未来绝对是大于400架的。在此情况下，歼35将在量产后作为歼10 C 的后继者交付空军。毕竟现在我军空军已经转向攻防兼备，战役进攻和远程截击能力不可同日而语。歼10系列战机作为一款上世纪80年代为了执行前线防空任务的中轻型歼击机，经过各种改进和升级后，其潜力已经挖掘殆尽，也没有作为主力装备继续发展下去的意义了。美国空军也早就停止接装中型常规战机了，换装的也是隐形中型机 F-35A。中型机5代机化是未来主要的发展趋势，所以我军的中型机未来转向隐身化那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保守估计，未来几年空军接装的歼35总数或将突破200架，加上海军的200架需求，歼35的列装总数或将突破400架。